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刷到这个 MCP？ 反正我最近是老是刷到，但看了一下发现一头雾水，搞得我非常烦躁，所以呢就有了本期视频彻底搞懂 MCP。我们本期的目的呢，就是在别人问你的时候 ，MCP 是什么，你可以直接给他讲出来。MCP 模型上下文协议是由 Anthropic 公司在2024年11月26日推出的一项技术协议。这个协议的诞生呢，是为了解决 AI 助手与外部数据源隔离的问题。当然，这个协议并不是我们在手机 App 上看到的那种用户隐私协议，那个不是啊，它们就完全是两个东西。像是我们使用的 WiFi、蓝牙，那它们都是技术协议，或者我们手机上的通信协议。之前的这个 AI 助手够呛能访问到外部数据，因为很多模型都是预训练模型嘛，包括我们的 DeepSeek。你去询问它的时候，它会告诉你它的知识截止到某年某月某日。想要去获取外部信息呢，就需要通过一些其他方式。那 MCP 的目标呢，就是通过定义一套通用的通信规则，让 AI 助手呢可以连接到外部资源。那我说到这一块呢，可能还是有一些笨蛋他不明白我在讲什么，他会说，UP 主你叽里呱啦的说些什么？所以呢，我就通俗一点，你可以简单的把这个 MCP 服务器理解成一个工具箱，一个小仓库。比如说现在我们是老板了，那 AI 就是我们的基层员工。我们给他布置任务让他完成，给我干掉小明，你怎么干掉我不管，反正你要给我干掉小明，完成我最终的目标就可以。那这个时候呢 AI 他比较蠢嘛，他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啊，他什么都不懂，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到我们的 MCP 服务器，也就是我们的仓库。我们告诉他，我们这个公司是有一个仓库的，你需要什么工具可以进这个仓库里去拿，他就会来我们仓库看一看，看用什么工具可以更方便的干掉小明，最终的达成我们的目标。至于这个仓库里的东西，也就是 MCP 服务器，我们可以自由的添加。那么各位呢，可以先这么去理解，这个 MCP 呢，就是你与模型之间的一个中介。你想要什么东西，你给它添加进去，然后让 AI 可以借用它，继续完成我们的要求。他们在 GitHub 上呢，还有一个专门的开源仓库，我们可以在其中去寻找，有一个 server， 也就是 MCP 服务器，它里面有一些示例。我们可以直接在这块进行添加，我们可以随便选择一个，然后去安装。最后呢，还有这个 MCP 的附加资源，那它们呢多是一些网站，你可以在这些网站里去找到适合你的工具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先以最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点击这个文件系统，向下滑动，我们找到下面这个 NPX， 这怎么翻译成神经毒素了？太他妈逆天了。NPX 呢是一个执行工具，可以执行 NPM 的包。那 NPM 呢，就是可以把代码打包成一个包。总之呢，就是你可以用这个工具把网上的代码下载下来，在本地运行，就很方便。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信息。那首先呢，需要使用这个 NPX-Y， 下面呢这个是 NPM 包，也就是我们要下载到本地运行的包。再往下呢是文件的路径，这个是可选项，你可以填可以不填。我们先把这个包名给复制一下，然后打开我们的 cursor， 右上角的设置，这边有一个 MCP 服务器，点击进去，点击添加。在这块呢，可以给我们的 MCP 服务器命一个名我就叫文件系统。这里呢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 command， 一个是 SSE。command 就是命令嘛，也就是在我们本地去运行这样一个 MCP 服务器去使用它。那上面这个 SSE 呢，这个是我们已经部署好了 MCP 服务器，你可能部署在了云端，也可能在本地，你把部署好的这个链接给它粘贴进来。那很明显我们没有部署，所以直接用这个命令方式，我们输入 NPX， 然后空格-Y， 再空格，把我们的包粘贴进去。如果你想定义地址的话，我们再按一个空格。我这块的话，以这个地址给大家举例。你看我现在只有几张图片和一个视频，然后粘贴进我们的地址。如果你想添加多个地址，可以再按一个空格，再粘贴，然后删除，添加。等到这里绿了之后呢，就代表运行成功了。那现在是红的，什么原因呢？那这一块我考一下大家，这是因为什么呢？给大家3秒的思考时间。3，好，现在我们揭晓答案。因为我这个路径名里呢，它有空格，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文件名给改一下就可以了，就是把你带有空格的文件夹名称给重新命名一下。我这已经改过了，我们把命令中的空格呢也给它去掉，保存，然后现在就读取了出来。我们在聊天框里去问他，用文件系统看看我本地有什么文件。这里我们会看到它调用了 MCP 服务，需要我们允许一下。回复说，我在这个目录下看到有以下文件：3个图片文件，一个视频文件，2个 Photoshop 文件看一下能不能对应上。3个图片文件，2个 Photoshop 文件，以及一个视频文件。然后我让他在这个文件下创建一个个人博客网站，用 HTML 来写，需要功能齐全，样式美观大气。我们来看他能不能写。我们点击允许，它使用的是这个创建功能。在这里呢，我们都能看到阅读文件、编辑文件以及创建。
如果你不想每次都允许的话，你可以在设置里去给他们权限。我们可以在左边的设置里，然后向下滑动，有一个 YOLO 模式，点击继续。这样打开之后呢，它就不再需要我们进行授权，而是直接自动工作。我们来看一下它刚刚创建的这个博客，打开 HTML， 我们直接双击打开。上面呢有文章，关于我，联系，有点像一个落地页。然后文章应该是没有写的吧，然后暂时还没有写文章。当然用 HTML 做博客的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，我曾经也用过纯 HTML 来做一个博客，纯 HTML 是不是很大胆？我跟我身边的朋友跟所有人都是这样说的，我说我要纯 HTML 来做一个博客网站，他们听了都很兴奋啊，非常兴奋，包括我的一些僵尸粉，他们也很兴奋，垂死病中惊坐起啊，铁粉竟是我自己，但是后来我还是放弃了。那现在我们知道了怎么把 MCP 服务器接入到 Cursor 中，但可能还是有人会有些疑问，说 Cursor 已经这么强大了，我们接入这个东西有必要吗？它的意义在哪里？我们即使不接入这个文件系统，也可以想办法让 Cursor 便利我们的项目代码。这一点在你刚开始制作，或者说你的项目非常小，确实体现不出来什么明显的差距。但是一旦你的上下文交流的次数过多之后，在这过程中呢，你提了非常多的问题，那 AI 就开始犯糊涂，说哎呀，到底是哪个问题呀？我先解决哪个呀？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我们只能回到前面那个节点，或者把那个问题复制一下再发送，这不是很麻烦吗？但如果我们添加了很多 MCP 服务器，就比如说这个文件系统，我们给它指定个路径，在这个路径下边放个文档，以及会用到的一些图片、视频、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这样即使当 AI 助手开始犯迷糊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直接去新开一个，然后让它看我们的文档继续输出。最好的办法呢，就是每当你让它做一次重大的更改之后，让它在这个文件夹下面放一个修改文档，就是我在什么时间点改了什么东西，或者干脆就是一个新的聊天，它也能知道我们这个项目是怎么构成的，以及上位选手做到了哪一步，我应该继续接着怎么做。我们在这个开源项目的附加资料这里随便点一个进去看一看，看起来这个工具是一个 MCP 服务器的集合。我们向下翻 YouTube 稍后观看 MCP 服务器，通过 MCP 访问 YouTube 稍后观看列表。MCP 图谱为 Cloud 提供持久内存的服务器，用 MCP 工具生成 MCP 工具，捕获实时图像，浏览器自动化。由于我手头呢并没有可以向大家展示的那种项目，也并不是想随便去生成一个 HTML 或者是一个乱七八糟的项目，那完全没有意义，用不了的东西我们做它干嘛呢？如果各位有什么具体的需求或者有疑问的话，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留言一下，我看到具体需求之后呢，才好去想它应该怎么做。所以本期视频呢就先到这里，希望这期视频呢能让你了解一下 MCP 服务器它到底是个什么。当别人问你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说出来，它是一个模型上下文协议，然后巴拉巴拉巴拉。我呢先把这个视频发出来，看看有没有人感兴趣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们下期再针对性的去做一个项目。那么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希望给个一键3连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